大君，要小奴说，还是这和氏璧好。那是当然。这和氏璧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看着呢。主人看仔细了，布谷不想他再有任何闪失。喂，大君，昭和连如此宝玉都愿献于大君，要说忠心，排得上第一呀。忠心？哼，你说这朝堂之上，哪个大臣对布谷不忠心？哪个又敢对布谷不忠心啊？他们的忠心是有代价的，他们这哪是献宝？他们这是在向布谷要东西呢。哼，他们的心思，别以为布谷不知道。这么说来，无欲无求的，只有屈家。屈伯庸，他要的是名节，这世上就没有无欲无求之人。大君说的是。大君，今晚去哪儿安歇啊？我的美人儿啊，好久不见了，可想死我了啊！哎呦，我的奶奶，小点声啊！怎么了？我就是要笑得这么大声，怕什么呀？你不怕被别人听见，传到大君的耳朵里，我们可就完蛋了。在郑国的时候，你我二人早就相守在一起了。若不是他楚国亡了我郑国，大军把我抢过来做他的妃子，我们现在一定是光明正大在一起的。我明白你的心思，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你以后要答应我，日日都要过来陪奴家。净说那些胡话。宫里人多眼杂，万一泄露了，我们的小命就保不住了。哎，我这华阴宫，大军怕是有小半个月没有来了。我想，大军应该是把奴家给忘了吧。现在国也没了，亲人也没了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里。现在我只有你可以依靠了。若你再不把我放在心上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别，姑奶奶，你要死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答应你就是了。啊！拜见大君。大君，怎么办呢？我躲在哪儿啊？啊！我下去。衣服。走窗户。快点。夏妾刚刚因为思念故国王土，所以跳了几支郑国的舞蹈。跳完之后胸口有些闷，开窗透透气。大君，你怎么来了？布谷上次醉酒，未能尝到爱妃亲手调制的甜羹，心怀愧疚，所以今日布谷特地前来陪陪你，不好吗？夏妾求之不得。
时隔多年，我张仪又回来了。丞相，你说那个熊怀会把和氏璧交给我们吗？交不交重要吗？丞相，我们可是奉大王的旨意前来接璧。区区一个和氏璧算得了什么？本相要的是天下。把和氏璧还我！不给就不给，还我！不给就不给！放肆！万一这璧有什么闪失，大军会要了你们的脑袋。给我！这和氏璧乃天下至宝，玉中精灵。还记得先生跟你们说过的话吗？君子比得如玉。若你们的品行配得上此玉之时，这玉自然是你们的；若是你们配不上此玉，抢也没有用。先生，那这玉到底该是谁的？这玉将来会是谁的？等你们长大之后，自然就会有分晓了。我不要以后分晓，我现在就要知道。大胆！拜见父王。你们竟敢这样跟先生说话！你们两个都下去。大军，他们还要读书。都下去。大军今日为什么不让他们俩读书？以灵君之见，这和氏璧是该给紫兰还是子恒啊？大军是想问我，这两位公子以后谁能担当重任吗？灵君身为文学侍从，平日里教义王子诗文礼法，心里自然有数。不知在大军的眼里，两位谁重谁轻？紫兰文采过人，子恒勇气可嘉，他们二人各有所长。若论治国安邦，文武二者缺一不可。定天下须靠武，安天下则靠文。秦国和楚国，谁是文？暴秦四处征伐，攻城略地，秦国乃是武夫，而且是天下第一等武夫。你可知道张仪？张仪，张仪现在无处落脚，还望屈大司马能收留。那就看你有没有什么本事了。我曲府上上下下从不养吃白饭的人。请屈大司马放心，只要张仪的舌头还在，就有生计。对内可帮大人排忧解虑，对外可敌100万雄兵。这盘棋怎么解？屈大司马，您看，张仪能留下来吗？你是何人？啊，小儿屈原。我听说过你的名字，不过你连我都斗不过，又如何对付100万雄兵啊？一骑之胜，何以为勇？看来你是不服啊。那好，我们再比一把。好啊。我当时不过问了他几个小问题。哦，我就问你：天河所踏，12烟分，日月安属，列星安辰。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再说一遍。
我不过是问你，天地在何处交汇，日月在何处安置，你就回答不出来了。父亲，表儿说的没错吧？他就是在吹牛。哎呀，你连小儿题的问题尚不能回答，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100万雄兵？我看你啊，哎，哪儿来哪儿去吧啊！想不到灵君小小年纪，竟然让张仪颜面扫地。对了，大军，您今日何以会提及此人？明日张仪便以秦相的身份来我楚宫。哦，张仪又要来？你说，他会来文的还是武的？文则会之以文，武则会之以武。话虽如此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大军是在忧心张仪背后的秦国。秦国四处征伐，狼子野心，昭然天下。我秦楚虽为姻亲，多年来相安无事，但罕有往来。如今秦国派使节前来，必有所图。何况张仪诡计多端，不得不防。大军，灵军10年前斗师大败张仪，明日张仪入宫，我斗胆再会他一会。只是张仪已非当年的张仪了。大军，我屈原也非当年的屈原了。你不是说过，你不喜欢管这天下之事吗？那要看是什么事。元儿，父亲，大军果真让你猎巢？那当然了，大军不让我来，我怎么能过来呢？收敛一点，别再惹祸了。拜见大军，众卿平身。谢大军。秦相张仪到访，不知诸位爱卿有何高见啊？大军，张仪此人油嘴滑舌，行为诡谲，其言其行多不可信，鄙臣认为要多加小心才是。启禀大军，张仪到。还不快快有请！慢！大军，张仪刚来到楚国，让他多等一等，看看我楚国的景致也好。也好，就依文学侍从所言。
秦国祭祀，却要借我楚国宝物，是何道理啊？大君，炎帝乃天下人之始祖，继天下人之始祖，必须天下之至宝。试问，天下之至宝又有何物能和和氏璧媲美呢？那要是不古不戒呢？若非大君要触犯炎帝，失信失敬于天下不成？秦国何德何能，居然敢擅自祭祀？有何不同？当今天下，唯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祭祀炎黄二帝。如今秦国公然祭祀，难道秦王是想效仿周天子？你又是何人？不才，屈原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天下之大，总有我张仪的容身之处。天下？我听说你去过很多地方，能告诉我什么是天下吗？你心里的天下是什么样子？我心安处，即是天下。哼，幼稚。10年之后，我告诉你什么是天下。屈原。敢问大君，据张仪所知，屈原不过是一介诗人，无官无衔，他又有何资格和本相听辩？这里是我楚国之朝堂，屈爱卿乃那和氏璧，布谷好不容易找回来，不想再有任何错失。主张仪出境，退朝。大军英明。慢。大军，屈原以为这和氏璧还是要借给秦国。你瞎说些什么？刚才说不借，现在又说借，这是在朝堂上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屈原刚才说不借，是为了我楚国的威仪；现在说借，是为了我楚国长治久安。你这真是有见识啊！这么年轻就敢论我们楚国的长治久安了啊！徐大司马，您教的好儿子。小儿确实有些信口开河，还不向大军请罪？父亲。屈原无罪，何须请罪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军，屈原现在担心的是张仪借璧只是一个幌子，怕是秦国会另有所图。依你看，秦国图的是什么？秦国乃虎狼之国，如若不借，岂不正受秦人以柄？受人以柄？你的意思是说秦要出师伐楚？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，早已不是当年的秦国。如若开战，孰强孰弱，犹未可知。
那要是秦国借了他不还呢？对啊，秦国若完璧归楚，这楚国非但无伤，还落得一个大义之名。若是不还，秦国将失信于天下。大军，信义二字，远重于和氏之弊。此话有理。灵君，依你之见，秦国真会以和氏璧之名，跟我楚国作对？和氏璧虽为天下至宝，但若只是为它，你觉得需要秦相亲自出面吗？布谷原以为你只会吟诗作画，今日却要刮目相看了。不过，在朝堂之上，你出尔反尔，就不怕布谷治你的罪？难道大军当真听不了直言？你以为楚国就你一个聪明人？朝堂之上哪个不比你资格老？哪个不比你经世多？这么说，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？越是聪明，越求自保。在我看来，这叫欺君！欺君！天下之罪，莫大于欺君。你呀，还年轻，有些事慢慢你就明白了。布谷再问你，你愿意入朝为官吗？布谷身边还真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敢于秉直谏言的臣子。大军，请恕屈原无能为力。为何？我屈原本就是一介诗人，只想寄情于山水之间，不想与那些腐朽之臣为伍。布谷正需要你这股清流，来抵挡朝中腐朽之气。大军，该用药了。布谷不过是着了些风寒，却已用药3日。大军的安危关乎楚国兴衰，不可大意啊！罢了罢了。请问医官，劳症可否医治啊？文学侍从家中有人得此病症？啊，只是我的一位故友罢了。劳症乃不治之症，寻常之药只能舒缓，不能根除。除非有常年不败之极品鹅叶兰为药引，但这种鹅叶兰极为稀有啊。常年不败的鹅叶兰？正是。多谢医官。好，告辞。大军，灵君先行告辞了。大军，这个屈原太不识好歹了，赏他官做，他居然不领大军之恩。读灵君之诗，观灵君之言行，你觉得他是一个无心国事、逍遥忘物之人吗？他和一心逍遥的庄周老儿，还真有些不一样。总有一日，他会慢慢明白的。哎，月儿，怎么了？娘，兰弟死了。
娘，南帝死了，再也没有花能陪兰松了。兰兄，我们两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，这一次真的是为了救他人性命，所以希望你能够理解我。卖鱼了，卖鱼了！新鲜的，刚捕的活鱼啊，来看看，新鲜的！卖鱼了，卖鱼了！哟，刘爷，刘爷，生意怎么样啊？这是小的孝敬刘爷的。刘爷慢走，慢走。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活鱼，新鲜的，刚捕的活鱼啊，来看一看啊！以后多给点啊！卖鱼了，卖鱼！哟，刘爷，卢茂，你以为你躲到这儿了，我就找不着你啊？刘爷，您行行好，我刚摆着摊儿，还没赚到钱呢。他说他没钱，那就有什么拿什么呀！全都拿走！这可都是我家的口粮啊！拿走！都这是我家最后的口粮啊！要留着卖钱还命啊！你们不能来把走！刘爷，求你了，你们不能！哎呀，我还就不住手心了，我。他犯了何错？为何要当街打人？来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老子连你这哎呦！别碰老爷，老爷没事。给我打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！走！给我滚！老人家，来，快起来！来，多谢二位，没事吧？不要紧。哦，你们别捡鱼了，得罪了刘白嘴，他一定会回来算账的。你们快跑吧！啊，没事儿，老人家。哎呀，你们快走吧，他来了不得了啊！元弟，你躲远点，这里交给我。哥，这么多人，你自己行吗？就他们，我闭着眼都行。给我打！打的他们的娘都不认识他们！
又是偷吃。姐姐，我就喝一口汤。一口汤也不行。咱们爹在外面辛苦卖鱼，我们必须等他回来，听见没有？那爹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应该快了吧？到了，就这儿。二位屋里坐。莫愁，怡儿，我回来了。啊，爹回来了。爹。原来你叫莫愁。是你们？姐，你们认识啊？爹，忍着点儿。这个刘歪嘴也太过分了，我一定要替爹出了这口恶气。姑娘息怒，我和我哥已经教训过他一顿了，估计他一时半会儿也不敢撒野了。两位公子好心搭救，只是老夫提醒二位，切勿大意。那刘歪嘴可不是好惹的。他算什么东西啊？跟我装大爷，就是找死。莫愁啊，还不赶紧向两位公子赔个不是啊！可是，在郢都的时候，茂叔，不过此前确实是我二人有错在先。哎，我这丫头就是这性子，两位别见怪啊。如果不嫌弃，就留下喝碗鱼汤吧。两位趁热吃啊！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很好喝。虽然我们这里啊，平时以打鱼为生，但是平日里很少吃到鱼。不会吧？你们打鱼的人家竟然没鱼吃？打到的鱼大多都送到集市上去卖了。哎，来，趁热吃啊！哼，刚打了一架，正好肚子也饿了。
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这鱼好像忘了放盐吧？我们家吃不起盐，听爹爹说，只有鱼头才能吃得起盐。连盐都没有。真想不到，全县离郢都不过半日之程，竟有天壤之别。你们这些生活在郢都的贵公子，哪会知道我们百姓的疾苦？大军虽为楚国之主，但是政令荒于野啊！看到了吧？冒出此言何意？天下那么多的县，大军他管得过来吗？就如同当初周天子分封了那么多的诸侯，如今有哪些诸侯还听周天子的？有什么管不过来的？哪个要是不听话的话，就要了哪个的脑袋，不就完了吗？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就好了。全县如今变成这样，不光是县尹，他不谋其政，恶霸当道，权贵勾结，才是症结所在呀。岂有此理！行了，像你这种名门贵公子，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啊，莫愁姑娘，你可以别总带着我吗？如果我当上了全县的县尹啊，我一定要让全县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县尹，岂是你想当就能当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当不了县尹？我屈原在此立誓，一定要当上全县的县尹，让全县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你说你是谁？屈原。水温美人依旧，流言四季的风，撩拨金钱一梦。问天可否为民心而见证？骤雨惊梅雨楼，颠倒众生。赤与蓝，灰与真，难图芳心。何故逆流而上？何为孤芳自赏？无人知晓故乡，变他乡。乱世而不去。谁可解君意？云游而远去，心却系故里。饮一句离骚别愁，醉一时跑过春秋。奈何长路漫漫，上下难求，爱民生计多忧。